这一切原本不该被听见。那盘录音带被锁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地下3层的档案柜里，整整93年，没有标签，没有编号。直到上个月，一名修复员在整理旧磁带时，听见了那句低沉的声音：“我知道，死亡不是终点。”声音属于一个人，尼古拉·特斯拉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那是1930年的春天，曼哈顿仍笼罩在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下。记者带着一台当时最新型的留声机走进了特斯拉位于纽约酒店33楼的房间。窗外的街道空无一人，连出租车司机都宁愿远离那栋被雷电庇护的建筑。没人知道，那天特斯拉谈的不是电，不是科学，而是灵魂。录音的前2分钟几乎全是噪音，金属摩擦声、轻微的电流震动，还有一种像心跳的节奏。直到第3分钟，那声音清晰了起来。人死后不会消失。特斯拉的语气平静，却像在宣告什么。能量不会终结，它只会变成另一种形式。那不是信仰，是我亲眼见到的。记者显然被镇住了，他问：“您是指灵魂？”特斯拉顿了几秒，回答的语气像是在纠正一个错误：“不，灵魂不是某个东西，它是一种场，一种频率，一种能对物质产生影响的意识形态。”接下来的录音被专家称为人类最早的灵魂科学笔记。5个证据，5次他亲眼见到死亡之外的瞬间。第一个证据，灵魂出窍实验。他第一次离开身体是在一次超强磁场实验中。1930年1月，一个普通的夜晚，特斯拉启动了那台功率远超时代的电磁共振机。他站在装置中央，观察磁场如何穿过导线，穿透空气。就在那一刻，他看见自己倒在地上，他跳出了身体，漂浮在半空中，看见自己脸色苍白，助手冲进来急救。他甚至能听见窗外救护车的铃声，看到街角报摊的时钟指向9点47分。几个小时后，他醒来，立刻派人去确认，那家报摊的时钟的确停在9点47分。那不是梦，他说，那是意识的分离。既然在生时可能，那么死后也可能。第二个证据，空间的记忆。特斯拉告诉记者，世上每一处空间都在记忆。你走进一栋老屋，忽然觉得胸口发紧，那不是幻觉。他说，那是能量残留，每一次情绪、恐惧、祈祷都会刻进空间本身。他称之为以太印痕。在他的实验中，一块铜片被放在一个房间里，那里曾发生过一场争吵。几个星期后，那块铜片被带回实验室，在极低频共振下，它发出了奇怪的声音，像叹息又像哭声。记者以为是设备干扰，特斯拉却说那是空间的回声，情绪的痕迹仍在震动。第3个证据，光的音乐。记者形容那一刻特斯拉的语气变得像在祈祷。他说，每一个生命体都在发出光的音乐，不是肉眼可见的，不是耳朵能听到的，而是一种频率，一种节奏。人体是交响乐。他说，当你死去时，这场交响乐并不会停止，只是换了调。他曾设计过一台特殊的接收器，形状像莲花，中间嵌着金属线圈。那装置能在实验室关灯后捕捉到微弱的闪光，不是电流，不是火花，而是一种稳定的律动，像呼吸。他称之为残留频谱。有一次，实验助手去世，特斯拉在夜里独自坐在那台接收器旁。当他打开电源时，那束光再次出现，频率一模一样。他轻声说，他还在，只是换了频道。记者喉咙干涩。那您是说这种频率能被记录？特斯拉点头。我正在尝试，只要能找到正确的共振点，就能听到灵魂离开的瞬间。第4个证据，心灵的回声。特斯拉停顿很久，然后讲起了一个故事。那是他在纽约最孤独的几年。有一位在欧洲的老友，曾经是他最信任的合作者。有一天傍晚，他忽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，随即昏倒。醒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让人查电报。那位朋友正是在同一刻在巴黎去世。这不是巧合。特斯拉的眼神发亮。我们被看不见的线连接着。意识是网络，死亡无法切断它。他称那种现象为心灵共振。当一个灵魂离开，它会沿着那条线发出讯号，只有心够近的人能听到那声呼唤。记者低声问，那您听到了什么？不是声音，特斯拉回答，是一种拉扯，就像有人在轻轻碰我的灵魂。
第5个证据成真的梦，特斯拉最后一个证据被称为成真的梦。他说，那是人类和彼岸之间唯一还保持着的桥。他提到一个夜晚，梦中他看见了满天的电弧、巨大的机器，还有火焰在纽约上空燃烧。他惊醒后写下每一个细节。3年后，那场火真的发生了，正如梦中所见，连天空的颜色都一模一样。那不是预言，他说那是信息回流，灵魂在梦中记得未来，因为它不受时间的限制。他讲到这里，突然停了，记者的笔尖在纸上抖了一下，那一刻，空气几乎凝固。特斯拉先生，记者终于问出口，这些都能用科学解释吗？特斯拉沉默良久，然后微微一笑，科学还在学走路。他转过头看向窗外，曼哈顿的灯光透过玻璃映在他脸上。人类以为自己掌握了世界的规律，但真正的能量是意识本身。他顿了顿，像是怕被什么听见似的，声音压得很低。我见过灵魂影响物质，纸会抖动，墨水会凝结，机器会自起，那不是幻觉，那是能量的呼吸。记者想继续追问，却发现录音里出现了奇怪的杂音，像有人在房间里走动。特斯拉似乎听见了，也停下笔，轻声说：“他们来了。”录音到这里被切断，磁带断裂的那一秒，电流声陡然增强，像一道雷声。后半段直到90多年后才被数字化。当修复员继续播放，听到的第一句话是特斯拉说的：“真相太危险。如果人类知道死亡不是终点，那些靠恐惧统治的体系就会崩溃。宗教、权力、战争都建立在死亡的阴影之上。一旦人类不再害怕死亡，他们就自由了。而自由是无法被控制的。”记者在录音里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叹息，然后问：“所以您决定沉默？”特斯拉答：“直到人类准备好。”那段录音被修复后，特斯拉的声音明显虚弱，但更沉稳。他对记者说：“还有一个秘密，我从未告诉任何人。”接着传来柜门开启的声音，金属摩擦，轻微的震动，像某种机械装置被取出。这是我最后的实验。他说：“我称它为回声捕手。”记者呼吸急促，问：“他能做什么？”特斯拉回答得很慢：“他能捕捉离开的瞬间，不是心跳停止，而是意识脱离身体的那一刻。”他解释：“那是一个圆形金属桶，直径约20公分，内部是多层交织的线圈与银质刻纹。它不会记录影像，不会记录声音，而是思想，纯粹的意识波动。”记者惊讶地问：“那您收到过讯号吗？”录音带里传来一阵长长的呼吸声，然后是那句：“是的，有好几次。”特斯拉说，那些讯号不是文字，而是一种被感知的念头。最清晰的一次，他听见了一句话：“我还在这里，帮我记起。”是谁？记者追问。我不知道，特斯拉回答。也许是我自己，或者是那个还没离开的我。记者明显被震撼了。他说：“您不担心这会被误解为神秘主义吗？”特斯拉苦笑：“神秘只是科学还没找到语言解释而已。”他接着说：“我曾试图把这份知识公开，但被阻止了。那时他们说这会动摇世界的秩序。”是谁阻止的？那些靠恐惧维持权力的人。记者安静了很久，录音里能听见钟表的滴答声。然后特斯拉轻声说：“他们怕人类知道自己不只是肉体，怕人类记得自己原本是光。”这句话之后是漫长的沉默，接着传来敲击声，像特斯拉在桌上画什么。几秒后，他说：“灵魂的频率与爱同源，只有当人发出真诚的善意时，那道频率才会共振。”记者问：“那憎恨呢？”憎恨会让灵魂更重，坠入低频，那就是人们口中的地狱。录音进入最后10分钟，特斯拉的声音变得极轻，像在对未来说话。如果你听到这些，说明人类终于开始愿意聆听。死亡不是终点，它只是调性的变化。我们从未消失，只是换了一种存在。他说话的节奏越来越慢，像是在引导人类记起什么古老的记忆。记者问：“您害怕死亡吗？”我认识他，特斯拉回答。他来过不止一次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温柔。那一刻，没有痛，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清澈的回忆，像水面反光。你会看到自己的一生，所有伤害，所有善意，不是审判，而是一面镜子。那之后呢？之后，你回到那片能量的海洋，但你仍是你，只是更纯净。记者再问：“那我们会遇见所爱的人吗？如果他们也学会了爱？”是的，爱是灵魂的导航，它比死亡更强大。
录音带即将结束前，特斯拉突然说：“别害怕那些逝去的人，当你思念他们时，他们就在你身边。意识没有边界，它只是暂时改变了频率。”然后是一阵静电声，背景似乎有低语，模糊但真实。专家分析，那不是回声，也不是环境音，而是某种无法解释的共振。录音的最后一句是特斯拉的耳语：“我从未离开。”紧接着传来3声钟响，3下清晰均匀，仿佛是来自另一端的回应。后来这份录音被秘密封存，记者离开时把一页手稿藏进一本名为《电与以太》的旧书，在最后一行他写下：“他不在神话中，他在频率里。”直到93年后，有人无意中打开那本书，里面的文字几乎已经褪色，只有一句仍清晰如初：“等人类准备好再播放。”1943年1月7日，特斯拉在纽约爱迪生酒店的小房间里去世。据说他去世前曾嘱咐服务生：“今晚不要开灯。”那天晚上没有闪电，没有风暴，只有一座城市在昏黄灯光下沉睡。第二天早晨，房门被锁，门内传出微弱的电流声。当警方破门而入时，发现床头的留声机正静静旋转，磁带断裂，但还在发出轻微的嗡鸣，那就是这份录音。FBI 在接管遗物时，将所有文件列为机密，编号2208。他们没收了那枚金属圆筒，也就是回声捕手。3个月后，这份档案被转移到华盛顿一个地下仓库。档案封面上盖着一行字：“危险，涉及意识干扰。”此后93年无人提起，直到去年，一名叫艾伦的音频修复师在整理旧档案时发现了这卷磁带。他起初以为那只是普通的科学采访，但当听到那句“我从未离开”时，整个录音室的电源瞬间跳闸，所有仪器在无电状态下依然闪烁了3下，3下和录音结尾的钟声节奏完全一致。艾伦后来在采访中说：“那一刻，我不再怀疑这世界有我们无法看见的东西。”几十年后，量子物理学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意识似乎真的能影响微观粒子的行为。观察者效应你一定听过，实验里光的波粒性会因为有人在看而改变。换句话说，意识会改变现实。想想看，这是不是正印证了特斯拉说的那句话：灵魂的场会影响物质，哪怕是一滴墨水、一张纸。现代科学还无法解释为什么，但一切似乎在悄悄靠近特斯拉当年的结论。那不是神秘主义，而是更高维度的物理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台湾中央大学的一组研究员在2023年用高灵敏度干涉仪观测到一种微弱的意识信号。实验参与者在进入深层冥想状态时，周围磁场会微幅波动，频率介于8到13赫兹之间，正好对应特斯拉在1930年记录的残留频谱。那一刻，世界另一端的科学家无意中接上了93年前的那条线。有人说这不是巧合，是时机到了。录音的最后1分钟被 AI 降噪后，研究员发现一个隐藏信号，在背景噪音里有一串间歇的电波，转译成莫尔斯码后出现了5个字母 LIGHT 光。它真的留了讯息，也许那是对人类最后的提醒：我们来自光，也终将回到光。后来人们找到了那位记者的家族，他的孙女在接受访问时说，祖父一直说特斯拉不是发明家，是先知。他说那次采访改变了他的一生，他再也不害怕死亡。他取出祖父留下的一只老木盒，里面有一本笔记，上面写着一句话：当你学会倾听寂静，灵魂会回答你。他曾说，人类会花100年去追上我今天看到的东西，如今正好93年，也许我们终于接近他看到的世界，一个科学与意识融合的时代，一个死亡只是转换频道的时代。那天，当修复员播放完最后的磁带，录音室的窗外闪过一道雷光，没人知道那是天气还是回应，但所有人都听见了那3声钟响。你现在所听到的不只是一个故事，它可能是一段召唤。也许死亡并不在我们之外，它在我们之间，在记忆、梦境共振的频率里，在那句特斯拉留给未来的话里，我们是忘记自己是光的光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也许你就是那个被唤醒的人，不是因为你相信，而是因为你感觉到了